写了一本书，却迟迟写不到结局。明明下定决心要开始减重，却在第2天之后放弃了。在年初设定了今年的目标，却虎头蛇尾，什么事情也做不到最终完成，责怪自己意志力那么不坚定。为什么意志力总是那么薄弱呢？一书一世界，欢迎来到 Maggie 聊聊书，让我们开启心灵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《完成》，作者是乔恩·阿卡夫。其实这本书跟练习的心境有一点点相似，都是在讲人们为何无法坚定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呢？只是这本书的切入点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我们在梦想栏写了一大堆梦想目标，也勤勤恳恳地做了一阵子，但是最终都是放弃收场。这个原因是大部分的人都容易追求完美，我们想要每一天都照着我们的行事历走，然后每一件事情100%都可以做得到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偷懒了不运动，有一天我们偷懒了不照着行程走，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放弃，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记录，所以一旦中断了，我们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。甚至有一些人一想到自己可能无法坚持下去，就连开始的欲望也没有了。其实我们人生走到现在，完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目标，考上大学啊，顺利毕业，找到一份工作，开始赚取每一分的钱。当你完成了你列下的所有目标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只是完美主义会不停放大你的错误，以至于你会忘记你曾经努力过，曾经达到目标过。以下是我整理的5大重点。第一个，将完美砍半。首先我们必须先将完美打折，先把你的目标下修一点。我们每个人都想马上达成目标，如果能一天写完魔戒3部曲，你何必花几年的时间去写它呢？如果能一次赚到10万块，又有谁会想要赚1万块呢？开始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可以赚到10万块钱，然后非常的兴奋，每天都做梦，然后梦想越做越大，然后你就越想要完美它。突然有一天你发觉到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完成它，好像没有这个水准可以到达它，于是你的梦想开始幻灭了，目标慢慢被你遗忘。最可怕的是你还没有开始动作。为什么这些激励的话对我们没有用呢？因为我们越想要达成完美，我们就会越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别再要求完美，把你的完美砍半，把你的目标减少，你才会有走下去的勇气。我们人对时间总是太乐观，丹尼尔·卡尼曼因此提出了规划谬误。我们人常常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预估花多少时间在完成某个目标的时候，常常会表现出乐观的偏见，因此低估了所需要的时间。实现一个目标就像是跑马拉松一样，它不是短跑，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。我知道目标砍半的话，会对有些人来说感觉自己好像能力不足，没有实力，所以你才需要把目标砍半。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完美想法，我们总希望做就能做到最好，但是其实目标砍半总比什么都没做来得好。也许你的目标是减10公斤，那么你可以先从3公斤减起。也许你想要一次整理好4个房间，那么你可以先从整理1个房间整理起。第二个，学会舍得。我们人是会疲倦的，扣除掉你的睡眠时间，一天只有16个小时。除了工作之外，你可能还需要陪伴家人啊，打扫环境啊，所以你必须承认你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你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做得到做得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所舍弃。完美主义的人总爱跟自己说自己什么都做得到，找出那些会拖累你工作的活动，比如说玩游戏啊、追剧，又或者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。去思考一下，
哪一件事情是对你的目标没有帮助的，那就先将这件事情暂时搁下。当然并不是说不能玩游戏，也不能看剧啊，不是说都不能跟朋友出去玩，而是当你的目标已经被耽搁了，甚至你可能已经萌生想要放弃的念头，那你就可以暂时去割舍某些事情。第三个，好玩才能让事情变得更不容易被放弃。我们总认为完成一项目标应该要悲惨的、痛苦的、艰难的、挫折的，这样完成目标才有它的意义。作者有一个经验，有一年他的目标是变成很会打桌球，然后他就在亚马逊买了一个桌球啊，找了一个教练训练他如何打桌球。每次上课数小时，他的教练会教他如何正手拍啊、反手拍啊，然后发100颗球，让他重复练习同样的动作。整个课程他只持续了4堂课之后，他就放弃了，并不是因为讨厌桌球，而是因为没有乐趣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迷思，学习某种东西应该要很努力的、很艰辛的、很痛苦的，这样才能达到高水准的表现。但是研究人员研究那些精英中的游泳健将，发现他们即使早上5点半清晨起来训练，那些游泳精英都表现得朝气蓬勃，笑容满面，甚至多半的时候他们都不觉得有痛苦，反而以此为乐。所以为不在乎的事情做努力，那是压力；为喜爱做的事情做努力，那是乐趣。试着了解哪一些乐趣会让你产生动力。就像是我们家麦克好了，他很喜欢玩 iPad， 也很喜欢吃饼干，那我就会试着利用这2项奖励来设定他的目标，可能是写一篇英文啊、数学之类的。鞭策自己完成事情的时候，也可以利用这种奖励模式。也许你在打完一篇文章的时候，给自己泡个热水澡，减重2公斤之后，来一场大餐犒赏自己，让乐趣推动你继续往前进。这个我在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那样工作这本书有提到，为自己设立一个奖励机制，来犒赏自己努力达成的目标，最终这会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回圈。第4个，记录数据。这件事情是我最讨厌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讨厌每天记录，而是讨厌当我今天没有完成目标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会非常的沮丧跟烦躁。比如说我今天规定自己要看完1篇英文文章，但是可能我其他事情 delay 到了，没有完成我今天列的这项目标，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些内疚啊、自责。当然这些记录并不是要你责怪自己，它只是要让你了解到你的每一天的动作有没有正朝着你的目标前进，努力到底有没有成效。因为数字不会说谎，但是情绪会说谎。杰森因为奶奶的一句话而萌生了想要减重的念头，他想要减去18公斤，不是小数字，所以他聘请了一个教练，每天很勤快的跑步，饮食也十分的注意，但是体重丝毫没有下降的意思。他觉得之前减重没有那么辛苦啊，为什么这一次减重却如此的辛苦？倘若杰森之前有记录下更多的记录，像是裤子的尺寸啊，或者是跑步的次数，或者是饮食记录等等，而不是只有记录半称上的数字，他就会更清楚当初是花了多少时间在减重这上面，而不是茫然未知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花多少时间在减重这个目标上面。所以记录是让人很讨厌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却可以解释一下你有没有在你的目标道路上，是否有没有偏移你的目标。在练习的心境当中，它主要强调的是如何面对放弃时的心态，而这本书则是举了几个方法，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多一点辅助工具，大家可以试着用看看。如果你只是盯着终点前进，我们就会忘记自己到底走了多远，偶尔停下脚步来回过头看一看，其实你已经走了
够远。想想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，连个字都还不会说，现在你已经不只会说话写字，甚至更多，但是你还是想着要完美，所以别逼得自己太紧，因为目标完成之后还会有下一个目标，有时候学会放过自己，何尝不是一种方法呢？好啦，今天 Maggie 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，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读书心得，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习成长，不妨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一本书见咯，拜拜。